2026年5月7日，中国的科研团队在城市地下光缆里做了一件事，让相距 14.5 公里的2套原子系统建立起了物质层面的量子纠缠。这项成果登上了《自然》，光子学，整个物理学界为之震动。物质纠缠到底是什么？先别急着找答案，我想讲一个听起来像天方夜谭的故事。你大概会说，这不可能是真的。设想你人在洛杉矶，你最要好的朋友远在东京，你们手里各握着一个密封的小盒子，约好在同一秒钟打开。如果盒子里是普通的骰子，那结果纯属随机，没什么好惊讶的。现在换一套特殊配置过的骰子，当你打开盒子看到点数的那一瞬间，无论对方身在何处，他手中的骰子会立刻呈现出互补的点数。这不是巧合，而是在你做出选择的那一刻，他那边同步发生了变化。洛杉矶到东京隔着9000公里，就算信号以光速传播，从你这边打开盒子到消息抵达，也要花上大约30毫秒。可骰子的变化根本不等这30毫秒，它在同一时刻已经完成。更让人头皮发麻的是，在你朋友打开盒子之前，他那颗骰子并不处于确定点数，它悬在一种说不清楚的叠加状态里，直到你先做出了观测，它才被迫塌缩成一个具体结果。这件事你能接受吗？一颗骰子在无人观测时，同时是好几种点数。这不是说我们不知道答案，而是它真的同时存在于所有可能性里，直到被看一眼才收敛成唯一的现实。微观世界就是这样运作的。你觉得荒唐很正常，当年的爱因斯坦也这么觉得。理论上，这种关联不受距离限制，哪怕分处宇宙两端，只要曾经纠缠过，这层联系就始终存在。你在这头观测一个粒子，宇宙尽头的另一个粒子在同一瞬间做出响应，中间没有信号传递，也没有任何时间差。物理学家花了100年去验证，最终的答案是真的。你可能觉得这是超级英雄电影里的桥段，但这是真实的物理现象。量子纠缠早已在实验中被反复检验，还有科学家因此拿到了诺贝尔奖。这就是量子纠缠，爱因斯坦称它为幽灵般的超距作用。爱因斯坦终其一生不肯承认这是真的，他坚信背后藏着某种隐藏变量，就好比骰子出场时就设定好了点数，只是我们提前不知道罢了。可是爱因斯坦最终被证明错了。2022年，3位物理学家因为证实了这个幽灵，拿下了诺贝尔奖。到了2026年，这件事推进了一大步，从没有静止质量的光子做到了有质量的原子，从洁净的实验室搬到了嘈杂的城市光纤网络里。当物理学家吃透了这种幽灵关联的本质后，他们意识到一件更惊人的事，这种关联或许就是整个宇宙时空得以存在的根本来源。它不是在时空中传播的某种信号，而是编织出时空本身的那根丝线。你我、地球、银河系、宇宙间的所有物质，也许都只是被无数看不见的丝线连在一起的巨网上的一个个节点。这是玄学吗？不是，这是2026年全球顶尖物理实验室里被极其严肃讨论着的科学话题。咱们从基础讲起，要弄懂科学家做成了什么，你得先想清楚一个问题：两个相隔 14.5 公里的物体要怎样才能纠缠？你站在大楼顶层，朋友站在10几公里外，没有绳子，也没有电线。物理学家想到的办法是借助光子当信使。光子是光的最小单位，每秒能飞行30万公里，眨眼就能跑完。具体做法是，你这边的原子先和一枚光子纠缠，朋友那边的原子也和另一枚光子纠缠，随后2枚光子各自出发，在中转站碰面，完成纠缠交换。操作一旦完成，原本毫不相干的2颗原子就神奇地纠缠在了一起。但这里横着2道难关，让科学家们卡了10几年都没能突破。第一道是损耗，光子在光纤里
会被杂质吸收、散射，量子系统的效率损失也极高。你发射出去的光子，绝大多数还没抵达终点就消失得无影无踪。距离越远，损耗越严重，一旦超过几公里，成功率就低到几乎失去实用价值。第二道难关更棘手，纠缠交换有一个苛刻的前提条件，两枚光子必须同时抵达中转站，两枚光子要在半路精准相遇，时间误差必须控制在几纳秒以内，稍差一点点就会彻底错过，一旦错过整个流程，就得从头再来。这有多难呢？在 14.5 公里长的真实光纤里，温度有一点起伏，光子的飞行时长就会随之改变，轻微的机械振动，时间也会漂移，甚至地铁经过引发的振动都足以让光纤形变。要让两枚光子像掐着秒表一样精确同步抵达，几乎是不可能完成的任务。这也是为什么此前的物质纠缠实验距离始终被卡在几公里以内。那中国科研团队是怎么解开这个死结的呢？他们用上了一套名为多模式量子中继的原创方案。以前的技术要求两枚光子严丝合缝的同时到达，晚1纳秒就告吹。中国团队的方案允许两枚光子先后抵达，先到的留下一枚精确的时间戳，等后到的一枚也抵达之后，系统根据两者的时间差来判断它们是否配对。你不再需要两个人卡着同一秒按下按钮了。打个比方，原来的规矩是双方必须在同一秒走进餐厅，晚1秒就算放鸽子。新的规矩变成了先到的人在门口登记好时刻，等对方进来之后核对一下时间差，只要落在范围内，这场约会就算成功。这个容错空间被大幅放宽了。正是这个突破，让 14.5 公里的物质纠缠第一次成为了可能。这次实验的分发速率相比此前公认最好的成果提升了上百倍，纠缠保真度达到了 78.6%。 这不是运气使然，是一个相当可靠的数字。你可以把它理解成量子信息传递的准确率，这意味着传过去的量子状态足够真实可信，而不是一堆没用的噪声。你或许会追问， 14.5 公里够用吗？单看这个距离确实不算远，城市里的跨区通信动辄就是几十上百公里。但量子中继的核心思路是把长距离切割成一段段较短的区间，每一段各自完成纠缠交换，再把相邻两段的纠缠首尾相连，就像接力赛跑一样，最终实现端到端的长距离连接。 14.5 公里正是其中一段中继的长度，只要这一段跑通了，多段串联起来就有了基础。这次实验真正证明的是，单段中继在真实城市环境里是行得通的，这才是最关键的一步。要真正理解这个实验的分量，你得先知道物理学家们为了这件事争论了多久。故事要往前倒回将近100年。1927年，比利时布鲁塞尔第5届索尔维会议召开，这是物理学史上最负盛名的一次聚会，与会者名单简直像一份名人录：爱因斯坦、波尔、薛定谔、海森堡、居里夫人、洛伦兹、普朗克。那个年代几乎所有最顶尖的头脑都齐聚一堂。后来有人统计过，在场29位与会者当中，有17位拿到了诺贝尔奖。你想想，这密度有多惊人。会上有一个人全程板着脸，一副不痛快的样子，这个人就是爱因斯坦。他不高兴的根源在于量子力学本身。量子力学的说法是，微观世界里一个粒子可以同时处于好几种状态，你不去测量它，它就同时是所有可能性，只有观察的那一刻才会塌缩。爱因斯坦觉得这简直荒谬，他还留下过一句流传至今的名言：上帝不掷骰子，意思是宇宙根本不应该是随机的，万事万物理应有一个确定不移的状态。就好比一棵树在森林深处倒下，它就应该已经倒下了，非要等有人去看才能决定。这不是胡闹是什么？量子力学阵营的代表波尔回应爱因斯坦：
你别老纠结上帝掷不掷骰子，实验事实摆在这里，微观粒子就是这么不讲道理。你说月亮在无人注视的时候是不是不存在？也许真就是不存在。这场辩论一拖就是好几年，谁也没能说服谁。据说爱因斯坦养成了一个习惯，每天清晨想出一个新论证去挑战量子力学，波尔往往当天傍晚就把它驳倒，日复一日，乐此不疲。这堪称物理学史上最过瘾的智力较量，围观者无不拍手叫好。波尔还撂下过一句让爱因斯坦极其不爽的话：宇宙的客观实在性也许根本就是一种幻觉，观测这个动作本身参与了创造那个状态，没有观察者就没有确定的现实。这个念头让爱因斯坦更加认定量子力学从根本上是不完整的。1935年，爱因斯坦联合2位同事发表了被称为 EP2 的论文。核心论点是，如果量子力学是完整的，它就必然预言出一种幽灵般的超距作用。2个粒子能够瞬间影响彼此，哪怕相隔整个宇宙，可是信息传播的速度不可能超过光速。爱因斯坦推断，背后一定藏着尚未被发现的隐藏变量，就像钟表内部藏着齿轮，你只看见指针在转动，不代表底下没有驱动。它的逻辑归结起来就是，你要么放弃信息不能超光速的铁律，要么放弃事物在被测量前就拥有确定状态的常识。他认定这2条都绝不能舍弃，所以量子力学肯定出了问题。你以为爱因斯坦这套推理天衣无缝吗？不，他漏掉了一件事，他从没想过也许前提本身就该被修正。EP2 论文发表之后，大多数物理学家倾向于站在爱因斯坦这边。物理学界当时的普遍态度是先凑合用着，以后再说。直到1964年，一位名叫约翰·贝尔的物理学家提出了一个划时代的东西。贝尔的贡献在于，他找到了一种办法，用实验来检验究竟是谁对。他推导出一条数学不等式，给出了清晰的判决线。如果爱因斯坦是对的，实验结果就必须满足这条不等式；如果量子力学是对的，那种幽灵般的关联存在，实验结果就会违反它。你明白这意味着什么吗？这场吵了几十年的哲学争论，原来是可以拿到实验室里验证的。让数据说话，让大自然来做裁判。1982年，法国物理学家阿兰·阿斯佩完成了第一个关键性的实验，结果清清楚楚，贝尔不等式被违反了。你以为爱因斯坦最终赢了这场论战吗？不，他输了，而且输得相当彻底。此后，这个实验被反复重做过无数遍，每一次结果都指向同一个方向。科学家们还专门一个一个地堵上各种可能的漏洞，每堵上一个漏洞，量子力学就多赢一次。最终的结论无可撼动，这个幽灵是真实存在的。2022年，诺贝尔物理学奖颁给了阿斯佩克、劳泽和蔡林格，理由是他们确立了贝尔不等式的违反，并开创了量子信息科学。你看，爱因斯坦穷尽一生想要驱逐的这个幽灵被诺贝尔奖盖章认证。从1935年到2022年，中间整整隔了87年。科学有时候就是这么漫长，几代人的争论才终于等到答案。不过这里藏着一个你可能没留意的细节，经典的贝尔实验用的清一色都是光子，光子没有静止质量，一旦诞生就只能一路飞行，停不下来。如果你想拿这种关联去做点更实际的事情，光子就完全不够格了。光子确实证明了幽灵关联是真的，但它太轻盈，太难被驾驭。你没办法让它停在某个位置，去保存一段量子状态。而量子信息一旦无法被保存，就没办法等待，也没办法同步，网络也就无从谈起。这才是物质纠缠比光子纠缠更重要的原因。咱们打个比方，你要筹办一场大型聚会，邀请了上百位客人，每个人到场的时间都不一样，有人早到，有人深夜才露面。聚会的核心环节是所有人到齐之后，
一起切蛋糕。在普通世界里，这毫无难度，大家坐下来喝茶，慢慢等就行了。可量子世界里的聚会没这么轻松，量子状态极其脆弱，一旦你提前测量它去确认，它当场就会塌缩，信息随之丢失。你既不能让量子状态干等着，也不能用常规方式去确认，必须让所有量子信息在同一时刻抵达，同时被处理，否则前功尽弃。光子做不到这一点，它一诞生就在飞，没有任何办法让它慢下来，你没办法让光子停留，它要么被你测量掉，要么直接飞走。光子的一生只有一件事可做，诞生，然后飞行，没有别的选项。这就是为什么真正的量子互联网必须依赖原子来存储量子信息。原子有质量可以被困住，冷却到接近绝对零度，几乎静止不动，再用磁场约束在极小空间里，让它记住自己的量子状态，等到需要的时候再读取出来。原子就相当于量子版的内存，光子则相当于信号线，有了内存信息才谈得上等待。想想看，真正的量子互联网要连接多台量子计算机协同工作，或者是让用户远程调用量子算力，像打开浏览器那样简单。这些应用统统需要量子信息能够被存储，能够被等待。光子跑完就烟消云散，根本满足不了这些需求。光子像是跑得飞快的快递员，但从不留东西在原地。原子则像一块硬盘，存得住，等得起。只有快递员没有硬盘，行得通吗？显然是不行。今天的互联网能顺畅运转，是因为信息可以在路由器里缓存。如果只有光子，没有缓存，没有排队，网络可靠性无从谈起。原子的出现本质上是给量子互联网装上了缓存的能力，这是让量子网络真正走向可工程化的关键一步。中国科学家这次做的实验，就是在验证量子互联网的硬盘能不能在真实城市的光纤网络里可靠联网。答案是可以，而且速率比过去足足提升了上百倍。量子密钥分发是近几年开始商用的技术，但它只能点对点传输，一旦中间需要中继，密钥就会暴露。这就是物质纠缠解决的问题。有了原子充当内存中继站，不需要直接测量量子状态，就能把纠缠从一段传递到下一段，密钥全程不会暴露。这才是真正意义上的量子安全网络，从物理层面无法被窃听。这正是为什么这个实验对量子互联网而言堪称一座里程碑。但真正让物理学家兴奋不已的，远不止这些工程层面的意义。接下来要说的内容可能会让不少人觉得这简直是科幻小说，但我得先说清楚，这不是编出来的故事，这是过去20多年里理论物理学家用严谨数学推导出来的猜想，其中一部分已经有了不少实验证据在支撑。现在把视野从这一次实验拉远，放到整个宇宙的尺度上去看，我们平时理解的空间就像一个巨大的舞台，万物在这个舞台上运动，行星绕着恒星转，光从星辰射向地球。你在房间里走来走去，这个舞台被默认是本来就存在的背景。从牛顿一路到爱因斯坦都是这么想的，时空就是时空，是容纳一切的容器，它不是被制造出来的，它就在那里。但接下来的内容会告诉你，这个舞台本身很可能是临时搭建出来的，搭建它的材料正是量子纠缠。这条线索不是从量子物理那边发端的，而是来自专门研究黑洞的天体物理学家。故事要从1970年代讲起，当时有一位年轻的物理学家叫雅各布·贝肯斯坦，他在研究黑洞的过程中发现了一件怪事。黑洞是什么？引力强到连光都逃不出去。按照通常的理解，黑洞就是一个光溜溜的球体，除了质量和旋转速度之外，没有别的属性。物理学家惠勒有句著名的玩笑话，叫黑洞没有毛，意思是黑洞极度简单，简单的有点吓人。
但这里出现了一个麻烦，如果你把一本书扔进黑洞，这本书承载的所有信息似乎就这样永远消失不见了。宇宙因此丢失了这本书所携带的信息，换句话说，宇宙的信息总量减少了。这违反了物理学的一条基本原则，物理定律规定，信息不会凭空消失，只会转换形式。就像能量守恒一样，信息也应该是守恒的。如果信息真能凭空蒸发，整座物理学大厦的地基都要塌陷。这就是著名的黑洞信息悖论。你想想这个问题，烫手不烫手？贝肯斯坦在琢磨这个问题的时候，发现了一件惊人的事实：黑洞能储存的信息总量，并不是和它的体积成正比，而是和它的表面积成正比。你以为一样东西能装多少信息取决于它有多大，其实不然，取决于它表面有多大。这个结论完全违背直觉。设想一个气球，如果气球能储存的信息量只跟表面有关，跟内部体积无关，那意味着气球内部的一切信息其实都印刻在那层薄薄的表皮上，三维的内容全部压缩进了二维的表面，就像一张全息照片，照片本身是平的，但你从某个角度看过去，却能看见一个立体的三维图像。三维信息完完整整地存放在二维介质里。后来的研究发现，这个规律并不只适用于黑洞，而是普遍成立的。任何一个区域所能储存的信息量上限都是由它的表面积决定的，而不是体积。这意味着，如果你想把一整片区域里的所有信息都存下来，你只需要那么大的一块表面就够了，根本不需要用到内部空间。你坐在这个房间里，房间里的所有信息，你的位置，你的状态，墙上每一颗原子的排列，理论上都可以被完整的编码在房间的六面墙上。内部的三维不过是表面二维信息投射出来的影子。贝肯斯坦的发现暗示了一个更大胆的可能性，也许一个三维物体的全部信息都可以完整的编码在它的二维边界之上。我们以为自己活在三维空间里，但也许三维只是一层投影，真正运行宇宙的那台底层机器其实是二维的。这套理论后来发展成了物理学里的全息原理。全息原理又引出了一个更疯狂的东西。你有没有看过那部主角坠入黑洞，闯入五维空间，跟女儿隔空互动的科幻电影？这当然是虚构的情节，但这个设定背后有着真实的物理学依据，来自一位名叫马尔达希纳的物理学家提出的理论。1997年，阿根廷理论物理学家胡安·马尔达希纳发表了一篇论文，当时他只有29岁。这篇论文彻底改写了理论物理学界对时空的理解，也成为至今被引用次数最多的物理学论文之一，超过2万次。你想想，大多数物理学论文能被引用几十次就已经很不错了，2万次是什么概念？几乎每天都有新的物理学家在引用它。这说明整个理论物理学界如今很大程度上是建立在它的基础之上的。马尔达希纳发现了一件事，一个存在引力的三维时空和一个不存在引力的二维边界世界，在数学上竟然是完全等价的。等价是什么意思？就是说，你在三维世界里计算某个物理量，换一套二维世界的方法去算，也能得出一模一样的结果。它们其实是同一件事的两种不同语言。就好比同一段旋律，你可以用乐谱记录，也可以用音频文件保存，形式不同，内容却完全一致。三维世界里所有的物理规律都可以用二维的语言完整的表达出来，不会丢失任何信息。你有没有见过信用卡上那种全息防伪标签？换个角度看它，你会看到一幅立体的三维图像，但所有这些三维信息实际上全都储存在那小块二维标签上。马尔达希纳的发现暗示，也许我们身处的这个三维宇宙正是那张二维全息图投射出来的画面。我们以为自己生活在三维世界里，但真正运行这个世界的那台底层机器也许恰恰是二维的。我们感受到的三维只是它投射出来的影像。
你感受到的长宽高和时间，这些维度或许都不是最根本的存在，最根本的是那个更深层次的没有维度的量子信息事件。引力，那种让苹果落地，让行星绕恒星转动的力，在全息图里是从量子纠缠中涌现出来的，它不是宇宙的底层代码。涌现是什么意思呢？就是说引力并非独立存在的东西，它是底层量子信息结构的集体表现。就像温度并不是某一个分子单独拥有的属性，而是大量分子集体运动共同呈现出来的统计效应。你或许会问，如果宇宙真是一张全息图，那我们为什么感觉不到呢？答案是因为我们本身就活在这张投影之中，从未真正接触过那个更底层的二维地基。就像电影里的角色，如果他有思考能力，他也感受不到自己不过是胶片上的光影，他就活在自己那个世界里，那个世界对他来说就是全部的现实。你感受不到更底层的结构，不代表它不存在，只代表你正运行在它之上。全息原理还预言了另一个让人回味的细节，这类关系是可以在量子计算机上被模拟出来的。你不需要真的建造一个三维时空去研究它的性质，只需要在一个二维的量子系统里写出正确的方程，就能推演出三维时空里应该发生的物理现象。这也是为什么量子计算机对物理学家如此重要。它不只是算得快，而是有可能直接模拟宇宙本身的底层结构。当然，这个推导目前是在一个叫反德希特空间的简化模型里完成的，跟我们真实宇宙的几何形态存在差异，所以物理学家现在还不能斩钉截铁地说，我们的宇宙就是一张全息图。但这已经足以让所有人意识到，时空本身很可能是从某种更深层的东西里涌现出来的，而那个更深层的东西究竟是什么？答案指向的正是量子纠缠。接下来这个猜想大概是整篇内容里最疯狂的部分，但在物理学界是被认真对待的。它有一个名字叫 E2 等于 EP2， 你不用特意去记这个缩写，只需要弄懂它想表达什么。先说 E2 是什么，代表爱因斯坦罗森桥，也就是你更熟悉的那个名字，虫洞。1935年，爱因斯坦在研究广义相对论的时候，发现了一个有趣的数学解。他描述了两个相隔遥远的时空区域之间存在一条捷径，从这一端钻进去，从那一端钻出来，走的路径比正常方式短得多。爱因斯坦和同事罗森当时认为，这不过是数学上存在的一种可能性，真实世界里并不存在，因为要维持它稳定，需要极端奇异的物质，而宇宙里根本找不到这种东西。再说 EP2 是什么，就是前面提到的爱因斯坦那篇关于幽灵关联的论文，讲的是两个纠缠粒子之间那种超越距离的关联。你猜巧合在哪里？虫洞的论文和幽灵关联的论文都是爱因斯坦在1935年发表的。在爱因斯坦自己看来，这两件事没有半点关系。虫洞属于广义相对论，纠缠属于量子力学，是两个完全不同的领域。爱因斯坦大概怎么也不会想到，78年之后会有人把这两篇论文合并成同一个等式。2013年提出全息原理的马尔达希纳联合苏什坎提出了一个近乎疯狂的猜想， E2 等于 EP2。 你以为虫洞是时空里的一条捷径，纠缠是另外一回事。不，它们其实是同一件事。两个纠缠的粒子就像是被一条极其微小的虫洞连在了一起，你把它们拉远分开，那条虫洞也随之被拉长，但它一直都在那里，维系着两者之间那种幽灵般的关联。如果这个猜想是对的，后果将是颠覆性的。时空的连通性和量子信息的关联性其实是两套语言，在描述同一个物理现实。我们身处的这片时空很可能是由无数微小的量子纠缠，无数条微型虫洞编织而成的。你想想这意味着什么？你和你最好的朋友之间的那段空间，也许本质上就是由你们彼此之间，以及你们各自与宇宙间无数其他粒子之间的纠缠关系编织出来的。
空间不是一个装东西的容器，它是关系网络在几何上的呈现方式。那么中国科学家实现的这次14.5公里的物质纠缠，跟这个猜想又有什么关系呢？如果 1r 等于 1pr 成立，那两套纠缠的原子系统之间就存在着一条数学意义上的虫洞连接。请注意，这条虫洞不是指真的挖了一条14.5公里长的地下隧道，14.5公里只是物理距离，虫洞描述的是两个量子态之间关系的一种几何结构，它是数学层面的，但却是真实存在，可以被验证的。这已经足够让物理学家用它来模拟那些原本只能停留在理论层面的过程，比如借助这类纠缠系统去研究霍金辐射所引发的信息问题。黑洞发射出去的辐射粒子和黑洞内部之间是不是也存在一种隐藏的纠缠关系？就像有一条条虫洞在暗中连接着黑洞的内外，如果确实存在，那么黑洞蒸发殆尽的时候，信息其实并没有真的消失，而是被编码进了这些纠缠关系里。这正是目前解决黑洞信息悖论最有希望的思路之一。1r 等于 1pr 还有一层更贴近日常的含义，虽然听起来依然很哲学，空间的距离本质上是纠缠程度的一种度量。两个粒子纠缠的越强，它们之间的虫洞就越短，几何意义上它们就越靠近。随着纠缠逐渐减弱，虫洞逐渐拉长，它们在时空中就渐行渐远。你和朋友之间的那10几公里，也许不只是物理意义上的距离，也是量子信息关联程度在几何上的一种体现。这个想法哪怕只当作一种类比，也足够让人停下来琢磨一阵子。黑洞边缘的这些猜想先放一放，回到那14.5公里长的光纤里，你现在应该能明白为什么这次实验会引发这么大的关注了。重要之处主要有2点。第一，它解决了困扰学界10几年的一个两难困境。以前做物质纠缠实验，你几乎只能2选1，要么追求高保真度，速率就会低到毫无实际意义；要么追求高速率，保真度又差到结果全是错的。就好比你可以用极慢的速度写出一手漂亮字，也可以飞快地写字，但字迹潦草到没人认得出来。两者很难兼得，只有高速率没有保真度，等于在传输一堆错误信息；只有高保真度没有速率，实际应用里又完全不够用。中国团队这次同时把2件事都做到了，保真度达到 78.6%， 这在学界被认为是相当高的水准。纠缠分发的速率相比此前公认最好的程式尺度成果提升了上百倍。你说这2件事同时做到，算不算了不起？保真度决定信息是否可用，速率决定系统是否实用。2个指标同时达标，才称得上是真正可以部署的技术。就好比一辆车，你不仅要它跑得快，还得要它跑得稳，缺哪一样都不行。这是一份工程上真正可行的证明。它向世界宣告，量子中继不再只是实验室里的一件玩具，而是可以实实在在部署到真实城市光纤网络里的技术。第二，这次用的是原子，而不是光子。这意味着量子信息真正可以被存储，可以等待，可以同步。荷兰代尔夫特理工大学在2015年完成过 1.3 公里的物质纠缠实验，证明的是这件事在物理上是可能的。中国这次的实验证明的是，这件事在真实的城市环境里同样可以做到。从可能到可用，是一次质的跨越，就好比飞机理论上能飞，到飞机真正能定期载客运营之间，隔着一道巨大的工程鸿沟。这次实验跨过了其中相当关键的一步。10年前，如果有人说城市里能实现物质纠缠，大多数人会觉得那是遥不可及的梦。如今它已经真实存在，就藏在一座真实城市的光纤网络之中。目前量子互联网这条赛道的竞争格局大致是这样：欧洲在基础物理研究上占据优势，
美国在量子计算硬件上处于领先地位，而中国在量子通信和量子中继的工程化落地上一直走在前面。此前已经有京沪量子干线，有墨子号量子卫星，如今又添上了城市光纤网络里的这次物质纠缠实验。这早已不只是一场技术竞赛，而是关系到未来几十年信息基础设施主导权的较量。量子互联网需要计算、通信、存储3方面同时具备，缺一不可。哪条赛道率先跑通，谁就更有可能掌握下一代互联网基础设施的话语权。这里有个细节值得留意，量子互联网和我们现在用的经典互联网并不是相互取代的关系，而是叠加关系。量子互联网不会淘汰你现在正在使用的网络，它会在经典互联网的基础上再叠加一层量子加密和量子计算的能力。就好比当年的移动通信网络并没有取代固定电话线，而是在原有基础上叠加了一层移动数据的能力。未来的网络架构很可能是经典信道和量子信道并行运转，各自承担不同类型的任务。你能想象那会是一个什么样的世界吗？工程层面的内容说完了，还有一个更大的问题摆在这里，你心里可能一直压着这个疑问：那些时空源于纠缠、虫洞等于纠缠之类的猜想，究竟算是科学，还是不过是一场数学游戏？这个问题其实比看上去更重要。物理学史上出现过不少数学上极其漂亮的理论，最终却被实验无情否定；也出现过一些看起来荒诞不经的理论，最终反倒被实验证实。判断标准只有一个，能不能做出可以被验证的预言。科学和玄学的分界线正在于此，科学必须能给出可验证的预言。如果时空真的源于纠缠这个想法是对的，那它就必须能预测出一些以前预测不了的现象，而且这些现象要能在未来的实验里被真正观测到。只是数学好看，逻辑自洽，却做不出任何预言的理论，严格来说还称不上物理学，只能算是一场数学游戏。目前理论物理学界已经提出了至少3个可以检验的方向，你不妨自己判断一下它们够不够扎实。第一个是黑洞信息悖论的解法。霍金曾经证明黑洞会缓慢辐射能量，最终彻底蒸发消失，而这种辐射是纯粹的热辐射，不携带黑洞内部的任何信息。也就是说，最初落进黑洞的信息似乎就此凭空消失了，这违反了物理学的基本定律。你以为这些信息就这么永远丢了吗？如果 ER 等于 EPR 是对的，那答案是否定的。霍金辐射出去的粒子和黑洞内部之间应该存在着某种隐藏的纠缠关系，只要测量出这些纠缠，理论上就能把丢失的信息重新读取出来。这个思路已经被用来设计具体的实验方案，预言也相当明确。信息应该在辐射序列里呈现出某种规律，而不是彻头彻尾的随机热噪声。如果未来的技术条件允许，这种规律是有可能被探测到的，虽然以目前的技术水平还远远做不到，但只要预言存在，就意味着这是科学而不是玄学。第二个方向是引力应该展现出量子特征。如果引力真的是从纠缠中涌现出来的，那么在某些极端纠缠的条件下，引力应该表现出量子化的特性。就好比光是一份一份的光子，引力也应该是一份一份的引力子。你想想，如果引力真的具备量子特征，那就意味着时空本身也是颗粒状的，而不是连续平滑的，就像一块看上去光滑的布料，放大了看其实是由一根根纱线制成的。目前已经有物理学家在设计引力诱导纠缠这类实验，让2套物质系统仅仅通过引力发生相互作用，观察它们之间是否会因此产生可测量的纠缠。一旦真的产生了，就说明引力确实具备量子属性，那将是物理学界的一次大地震。第3个方向是用量子计算机去模拟虫洞的动力学过程。
既然虫洞和纠缠在数学上是等价的，那么用量子计算机去模拟一个纠缠系统，就相当于在模拟虫洞的行为。2022年，谷歌量子人工智能团队和加州理工学院的物理学家合作，在量子处理器上搭建出一个简化版的全息虫洞模型，观察到了信息从一端穿越到另一端的过程，在数学上等价于一次虫洞穿越，这被视为 ER 等于 EPR 猜想的第一个实验性验证。虽然还非常初步，也并不是真实时空里发生的物理穿越，但这条路已经被证明是走得通的。你说这离真正意义上的验证还有多远？还很远，但方向是对的。中国科学家这次的物质纠缠实验并不是在直接验证这些猜想，但它提供了一个至关重要的实验平台，没有远距离高稳定性的物质纠缠作为基础，上面这些验证性实验根本谈不上前提条件。这次实验相当于打地基，地基打好了，上面的楼层才有可能一层层建起来。你看，科学的进步很少是一步从猜想跳到证实，它更像是一场接力，每一步都在为下一步铺路。每一个成熟的实验平台都会让下一个更难的实验变得可能。量子物理走到今天这一步，背后是好几代人一段一段铺出来的路。我必须诚实地告诉你，并不是所有物理学家都相信时空源于纠缠这套说法。怀疑的声音主要来自3个方向，你听一听，看看觉得有没有道理。第一，证据还不够扎实。ER 等于 EPR 目前更像是一个数学层面的类比，还不是一条已经被证实的物理定律。它是在一个叫反德希特空间的高度对称模型里成立的。但我们身处的真实宇宙是另一种几何形态，两者之间存在差异。在真实宇宙里 ，AR 等于 EPR 是否依然成立，目前并没有定论。数学上漂亮不等于物理上正确，这是科学史上反复出现过的教训。斯坦福大学的理论物理学家伊娃·希尔弗斯坦就是一位著名的怀疑者，他大致说过这样的话：R等于 EPR 是一个非常漂亮的猜想，但迄今为止，他还没能做出任何一个事先未知，后来又被实验验证的预言。这让他觉得，它更像是一种数学上的巧合，而不是真实的物理现实。你说这个质疑有没有道理？有的，而且相当锋利。一个理论如果只能解释已经发生过的事情，却预测不了还没发生的事情，它的说服力自然要大打折扣。第二，时空也许根本不需要纠缠。如果纠缠真是时空存在的必要条件，那么没有纠缠的地方就不该有时空。但有没有可能构造出一个完全不含纠缠，却依然具备引力和距离概念的模型呢？如果真能构造出来，那纠缠就不是时空的来源，只是时空的一种附带特性罢了。你想想，这两种情况的含义完全不同。一种说法是纠缠是砖块，时空是用砖块砌成的墙；另一种说法是墙本来就已经在那里了，纠缠只是墙面上的一层花纹，去掉花纹墙依然是墙。这个问题目前仍在争论之中，还没有定论。已经有人在尝试构造这样的反例，一旦成功，就意味着纠缠只是时空的一种表现形式，而不是时空的来源，整套理论框架恐怕都得推倒重建。第三，实验的尺度差距太大。中国科学家的这次实验确实令人振奋，但如果你说它验证了时空源于纠缠，这是完全错误的说法。这次实验真正验证的是可以在程式尺度上让两套物质系统维持高保真度的纠缠，它并没有验证这些纠缠正在编织出某段时空的几何结构。要验证后面这一点，你需要直接测量引力本身有没有因为纠缠而产生某种量子化的变化，这在目前的实验精度下根本做不到。差距不是一星半点，而是相差好几个数量级。把纠缠实验的成功等同于时空源于纠缠已被证实，是一种相当严重的跳跃。你也许会问，那到底要什么样的实验结果才能算真正证实了时空源于纠缠？目前理论物理学界的主流看法是，
需要在真实空间里直接观测到引力的量子特征，也就是证明引力子确实存在，或者观测到由纠缠诱导出来的引力效应。这两个目标是最直接的判决方式，但以目前的技术水平，哪一个都还做不到，差距可能还要几十年才能弥合。所以一个相对平衡的结论大概是这样的：时空源于纠缠是一个拥有严密数学支撑的严肃科学猜想，它已经激发了大量理论研究和初步的实验探索，但它还没有被证实，未来它可能被证实，也可能被证伪。科学本来就是这样运作的，提出猜想，设计实验，让大自然来裁决，始终保持怀疑，这本身就是科学精神不可分割的一部分。那些举着反对牌子的物理学家和那些兴奋地推动这个理论往前走的物理学家，共同构成了科学前进的动力。支持者推着理论向前走，怀疑者则死死盯住每一步有没有站稳，缺了任何一方，结果都只会更糟糕。这也正是科学的魅力所在，它允许你尽情猜想，但最终只认实验事实。说到这里，我想邀请你一起做一个思想实验。中国科学家让相距 14.5 公里的原子系统建立了幽灵般的关联。有物理学家认为，整个宇宙的时空，包括大地和星空，都由这些关联编织而成。如果这是真的，对你来说究竟意味着什么？我想给你3个层面的思考。第一，个体的边界或许只是一种幻觉。我们从小被教育成一个独立的个体，拥有自己的身体、思想和记忆。你和别人之间隔着一条清晰的边界，那就是你的皮肤，你在皮肤之内，世界在皮肤之外。但在量子纠缠的世界里，边界是模糊的，两个纠缠的粒子没办法被拆开描述，你必须把它们当成一个整体。任何想把它们硬生生割裂开的尝试，都只会得出错误的结果。如果时空从纠缠里生长出来，那么你和宇宙之间的边界同样是模糊的。你并不是飘在宇宙里的一座孤岛，你是宇宙这张巨网上的一个节点。你体内的每一颗粒子都有可能和宇宙遥远角落里的粒子保持着纠缠。你每一次呼出的气息都会跟接触到的其他原子产生新的关联。你从来都不是孤立的，从来都不是。这不是玄学，这是量子力学里最反直觉，却又被反复实验确认的结论。第二，关系也许比物体更加根本。我们习惯认为世界是由原子、分子、行星、恒星这些东西组成的，然后才产生关系。但如果纠缠真的编织出了时空，这个顺序恰恰要颠倒过来。最根本的不是东西，而是关系。物体不过是关系网络在密集处涌现出来的节点，就像一张编织的极密的网。你以为看到的是一个个孤立的节点，但那只是网线在空间中汇聚的结果。真正存在的是那些网线，是连接，是关系。要理解一件事物，不能只盯着它本身，还要看它和周围的连接。一个人的身份不只由内部的原子决定，而是由他和世界的关系共同定义的。现代物理学正在告诉你，这不只是哲学思辨，这很可能就是物理现实本身。第三，宇宙也许正在通过你来认识它自己。我们人类由原子构成，是宇宙的一部分。当我们做量子纠缠实验时，是大脑这团原子在操控实验装置去探索规律。宇宙用了138亿年演化出了生命、意识和科学。如今它终于有能力反问自己，我究竟是怎么来的？我由什么构成？你此刻听着这些内容，其实就正在参与这个过程。你不是旁观者，你就是宇宙正在自我认知的那一个瞬间。那次 14.5 公里的实验其实很小，藏在城市的地下光缆和无窗实验室里，但它同时也很大，大到足以让我们重新思考真实，思考我，思考宇宙。科学的浪漫从不在于它给出了所有答案，而在于它提出的每一个新问题都会把我们往终极谜底推进一点。而我们，你和我，
不过是这场千年探索里极短的一段旅程。这条路还很长，但至少我们已经走在路上了。好了，这一期就聊到这里。如果你听完觉得还不错，顺手点个赞支持一下，也欢迎把这一期分享给你觉得会感兴趣的朋友。如果还没有订阅，顺手订阅一下，后面我还会继续聊这类话题，订阅了才不会错过。咱们下期见。